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2番でお願いします。岩手3区藤原隆候補当選確率。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日本自民党总部2月8号晚上的场景啊，现场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大家可以看一下，墙上贴的都是一些候选人的名单，因为2月8号这一天是日本众议院选举的日子啊。然后不停的有工作人员往那墙上贴小红花啊，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中小学生上光荣榜。日本的这个议会选举啊，挺有意思的啊。当选的议员往墙上贴小红花，所以说谁的名字旁边贴上了小红花，就表明他实际上已经当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捷报频传呐。続いて奈良3区田野瀬太陽候補当選確率。这一次啊，日本的国会选举啊，日本的自民党应该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啊。最终呢，自民党一共获得了316席众议院的选举席位，创造了日本战后选举的历史记录。为什么说创造了战后的选举记录呢？日本的自民党自从1955年成立以来，在众议院获得的席位最多的一次啊，只有304席。那么日本的民主党在翻转自民党的那次选举过程中间呢，获得了309席。但这次啊，高市早苗率领日本的自民党啊，在众议院中获得了316席，打破了以往所有政党在众议院获得席次的历史记录。这316席可不得了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日本战后在众议院第一次有一个政党获得的席位单独过了2/3。这2/3啊，那意味着什么？等一会儿我们再分析啊。反正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数字，就是日本的众议院的席次啊，2/3的席次是310席，而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获得了316席，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啊，获得了日本选民呢极大的支持啊。なんか高市さんが今まで見てきた政治とはちょっと違う雰囲気を出してくれているので、そこにちょっと期待し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选举的一些细节啊。日本的这次众议院的选举啊，它分为2种选区，一种小区呢叫小选区，这小选区呢一共有289个，根据日本啊都府道县的人口啊来分配选区。每一个选区中间呢，胜者全得，只有一个获得议员啊，你只要赢了，你哪怕赢对方0.1%，这个选区的议员也归你。这次啊，自民党在这个小选区中间啊，在1都30县过程中间，全部拿下了所有的选区的议员席位。在全日本呢，一共获得了249席小选区的席位，这个应该是不得了的。你比如说像冲绳，我看冲绳那4个众议员的选举的席位全部被自民党拿到了，这在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除了这个小选区之外呢，还有176个比例代表选区。这176席的比例代表选区呢，在全国一共划分11个区块，根据不同的区、不同的政党获得的支持度，最终呢来分配众议员的席位。那在这个比例代表选区中间，自民党呢一共获得了67席。这里头呢，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个信息啊，这67席啊，自民党实际上有点吃亏了。为什么呢？他就提了这67个国会议员的这个比例选区的代表嘛，但是没想到他最后的获票数啊，超过了他的预期。按照他的这次的自民党的得票率啊，他应该获得80席这个比例选区的席位，结果他一共只有67个啊，那没办法啊，他又不能补了，所以这13个席位呢就分配给了其他的那些在野党。其中那个中道改革联盟啊，然后获得了6席啊。也就是说，如果这次自民党啊提名的比例代表选区的席位啊再增加一些，那他这次获得的就不是316席了，而是329席。那你想想，那更不得了了啊！那反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政党啊，其他的政党就比较惨了啊。最惨的是这个中道改革联盟。这中道改革联盟啊，就这次选举之前啊临时成立的，一个公民党，一个是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啊，在选举之前啊，它实际上在国会啊力量还是挺大的，100多席的席位啊。但这次选举过程中，他在小选区中间一共只获得了7席。你想想，整个全国289个选区啊，
他只获得了7席，那可以忽略不计啊。在比例选区中获得了42席，加起来是49席。这42席还因为有6席是自民党提名提少了分给他的。那你想，他几乎是惨败，这个政党刚成立啊，几乎就差不多要亡党了，因为这个党本身就是合并的。你想，公民党和立宪民主党啊2个人合并的，所以这次选举完之后，公民党内部已经有人开始说这个合并导致了问题，说不定这2个党啊，没准要分道扬镳。那分道扬镳之后，这立宪民主党我估计啊，搞不好这基本上就沦为了一个可以忽略的政党。但是在日本的国会历史上，它其实还是影响力蛮大的一个政党。这次真的是最大的输家。那么你比如说还有这个维新会，维新会啊，那因为是高市早苗自民党的盟友嘛，在这次投票之前，他们原先在国会中间是自民党跟维新会共同组成了执政联盟，勉勉强强过了半数。这一次呢，他们的席位从34席增加到36席，增加了2席，其实也挺多的啊。那维新会呢，它的大本营在大阪。在大阪的20个小选区中间，他们拿下了18个，但是维新会啊扩张到全国的努力呢几乎没有实现，但是它毕竟保住了既定的席位，然后还增加了2席，所以你可以看呢，就是执政联盟自民党是316席，再加上维新会的36席，所以这加起来的话，那现在这执政联盟所获得的国会中间的席次啊，那都奔到3/4去了，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极大的改变了日本战后的政治格局。那么我们紧接着再看一下这个政党的得票啊，这次在选举过程中，自民党一共获得了2100万张票，那么中道改革联盟呢是获得了1043万张票，大概就只有自民党的1/2，但是因为是实行的小选区制加上比例票的这样的一个选区制啊，它虽然得票率只有自民党的1/2，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在国会中间最终得的众议员的席次啊，是远远小于自民党。自民党是316，他一共只有49嘛，所以这就是小选区制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胜者全得。所以一旦要是出现了一个政治强人，一旦要出现了一次政治旋风，那么很可能获胜的政党啊，就可以把那些其实支持度也相差没有那么多的政党一下子就横扫过去，导致你这国会中间的席次大幅度的减少。这国民民主党呢，一共是获得了557万张票，参政党呢是获得了426万张票。这里头还有一个政党呢，叫未来团队政党，这个政党挺有意思的，他获得了381万张票。这个政党啊，在2025年参议院选举的时候第一次参加选举，创党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工程师，搞 AI 的。他就认为啊，他现在他说这个政党人不行了，以后我们要搞这个电子民主。所谓的电子民主 AI 民主，就人不太可靠嘛，他写程序啊，所以呢就号召大家给他们提供支持啊，选举他们啊。他说别人都在喊口号，我们却是在写程序，所以这个政党挺抽象的啊。当然他的政治主张啊跟这个自民党啊差别挺大的。这一次他们是大赢家，因为他们这一次啊通过这个比例选区获得了11席，直接进入到了国会啊。11席其实在日本的众议院里头不算是小党了。你想想那个共产党就比较惨了，原先有8席，这次变成4席了，而且在小选区中间，共产党是全军覆没，只是靠比例选区啊获得了4席。那你想共产党就比这个未来团队党啊，那这个席次要小多了，所以共产党在日本的政坛里头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力量。而这个未来团队呢，他还在成长啊。那他在去年在参议院选举过程中间，他获得的票数已经超过了日本正式政党的2%的门槛。因为日本呢，你要想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你就必须在选举过程中获得2%的得票率。一旦获得了2%的得票率，那么日本呢政府就给你一些政党补助款，你就可以合法的开展一些活动了啊。现在这个未来团队党啊，不但是获得了合法的政党的地位，而且正式进入到了国会。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说，哪怕1席都是改变的开始。现在不但进去了，一下进去了11席啊。那么整个日本的政治版图啊，因为这次众议院的选举啊，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啊。这次选举啊，应该说啊，这个对日本的政治走向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呢首先解释一下，高市早苗带领日本的自民党为什么这一次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你要知道啊，3个月之前啊，
那日本的自民党支持率还非常低。那当时啊，那国会选举过程中间想要阻隔都非常困难呐，因为当时那日本的那个石破茂不辞职了吗？辞职了之后，那公民党就跟自民党搞掰了，搞掰了之后，自民党想要阻隔，他因为在国会里头没有单独过半，他必须找其他人要联合组成内阁。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维新会啊，那么两家加起来是勉勉强强过半数，其实还差1、2票，但是呢也组成了这么一个少数政党的内阁吧。但是现如今呢，自民党单独就过了2/3的多数，那你维新会还有36票呢，这36票再加起来，那2个人加起来就超过了3/4了啊。这个2/3票意味着什么啊？这个在日本的政治运作过程中间可就大了啊。首先是你比如说，日本大家都知道是2院制，有一个众议院，有个参议院。众议院的权力比参议院的权力要大一些。那么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参议院有权否决。但是如果众议院以2/3的多数再次通过的话，那么参议院的表决就无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当你拥有了众议院2/3多数的时候，参议院对众议院的制衡实际上就已经形同虚设了。因为日本的参议院呢，它的选举跟众议院不一样啊。众议院一次就全选完了，就每一次这400多席一起选。参议院呢，它实际上是每隔2、3年，它是选举改选一半。它为了防止一段时期的政治旋风导致的民众的情绪的释放，改变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图。所以说它的那个政党的力量的分配改变呢，在参议院是比较慢的，但是在众议院不一样。高市早苗这次带了众议院，直接就把其他的反对党基本都给干死了。那他设计这套体系的时候，就是希望参议院能够对众议院能有较强的这种制衡能力。但是当众议院的这个票数超过2/3的时候，你参议院对众议院的制约能力就没有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在日本的众议院里面，其他的小党现在对自民党的约束力几乎也没有了。日本的众议院的规则是这样的啊，你要是提案，一般的提案20名众议员联署就可以提案了。但是涉及到跟预算有关的提案，那么你就必须有50个众议员联署才可以提交到提案委员会里面去啊。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众议院的第2大党不就那个中道改革联盟吗？他获得了49个席位，这49个席位距离那50个席位就差1票。也就是说，中道改革联盟今后在众议院里头已经没有单独提交涉及到预算的议案的权利了。那这个影响可就大了啊。那也就是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在涉及到议案这方面的提案过程中间是一路绿灯，其他的政党对自民党的约束力就约等于0了。第3个方面日本的众议院一共有17个委员会，这17个委员会由于自民党这次单独过了2/3，所以这17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将全部由自民党来担当。这委员会中间也是由国会议员来组成啊。那么过去呢，你没有过半的时候，这议员在这里头你要商量你搞不好别的政党还会占多数。但是现如今这17个委员会中间的所有的这个成员中间，自民党都单独过半数。那也就是说，自民党以后要想在众议院提交任何议案的话，都不再有任何程序上的障碍了。其他的政党对自民党将不会构成任何实质上的这种阻碍。所以日本政坛正式进入到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真的是一党独大，战后从来没有过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问了这高市早苗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力量因为他上台一共只有3个月的时间嘛。那当时3个月之前，你想想自民党那个政府的支持率非常低那石破茂的支持率非常低那怎么换上了高市早苗之后，3个月的时间，自民党就获得了这么高的支持率呢？高市早苗就赢得这么高的支持率呢？这里我还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高市早苗这次在奈良那个选区他也选举这个众议员嘛，他在选区中间获得了88%的选票。他的对手是一个日本共产党的候选人只获得了12%，那真的是碾压我估计他可能是全日本所有的众议员选举过程中间胜负悬殊比最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在这次的日本
众议院选举过程中间所获得的支持度究竟有多高。我看了一下日本的媒体啊，最近几天也分析啊，高市早苗这次之所以能够获胜啊，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他比较聪明，他就提出了在日本啊，要这个减免消费税。大家都知道日本呢是有消费税的啊，这消费税中间在不同的行业有点区别，食品行业的消费税是8%。这消费税啊，为什么会最近一段时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是因为最近2年日本的物价在上涨，尤其是食品的价格在上涨。这食品的价格上涨，你再叠加消费税，导致日本的老百姓啊，对尤其是食品方面的物价上涨啊，感受实际上是非常深的，非常痛苦，尤其是对于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啊。我看了一个统计数字啊，日本的这个国民家庭里头啊，在去年这一年，平均每个家庭每个月的支出是35万日元。那么这里头啊，恩格尔系数是多少呢？所谓恩格尔系数啊，就是食品开支在这个家庭总开支中间的比例啊，这个比例达到了28%。这个28%创造了日本啊过去44年以来的最高值。那这28%就意味着你日本的家庭中间所有开支中间有28%的钱是用于购买食品。这个数据我看了一下，已经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了。中国大概是29%，日本是28%。那你想想，日本是发达国家呀，日本的这个人均 GDP 那还是中国的好几倍呢。中国只有1万多美金吗？按道理来讲，日本的恩格尔系数不该这么高。那中国呢，因为现在还是一个这个发达国家的门槛嘛，所以日本就是因为过去这2年食品的价格上涨，导致普通百姓啊这个痛感非常强。那高市早苗于是就提出来了啊，就把所有的食品方面的消费税8%先减了，先减2年，今后还减不减啊？我们要通过法案具体去讨论。那你把这8%的消费税如果减下来的话，那对于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那肯定欢迎啊，因为这个食品开支是刚性支出，你别的都可以节约，你唯独食品这部分你是没办法节约的，所以一下子就受到了普通选民对他的支持，非常大的好感。他这个政策提出来之后，就把这个反对党打得措手不及，所以后来所有的反对党几乎都提出来，哎，也要减税，我们也想减消费税。这中间唯独一个政党反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搞抽象的那个叫 AI 团队那么一个政党啊，就这次获得11席。这 AI 团队认为啊，减消费税是饮鸩止渴啊，因为这消费税啊，一年啊，在日本的这个财政收入中间是5万亿，你把这5万亿减掉了以后，那你将来可持续性的财政收入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高市早苗同时又说了，又不发行特别债券的方式来弥补消费税的不足。所以那个未来团队啊，他们提出的一个方案啊，这消费税不但不能减，还要增加。他提出的方案呢，是要减低保险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你上班你不是要交保险吗？公司给你交15%，你个人交15%，加起来合并交30%。他说这个保险支出太高了，把这个降低，然后把消费税的收入呢提高一点，由此呢弥补双方的财政带来的差额啊。他这一次啊，之所以能够获得11张选票，也就是进入到国会11个席次啊，很大程度他就凝结了日本社会中间那一部分反对降低消费税的这个群体的政治主张。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版图啊分化组合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不管怎么说，高市早苗提出来减免消费税，那很多选民就愿意给他投票嘛，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这个高市早苗大家都知道上台之后，那跟那个当时中道改革中间的党野不是在众议院里头咨询的时候，双方唇枪舌剑嘛，最后他提出来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这件事情搞出来之后啊，那个当时质询的那个议员啊，当时受到日本整个社会的挞伐，说他其实就是提陷阱性问题。那这里我也要补充一个信息啊，就是当时这个质疑的这个国会议员啊，他这次其实在选举过程中间也落选了。他过去在众议院啊选举过程中10连霸啊，也是日本政坛的常青树啊，但这次也输给了自民党。那不管怎么说啊，高市早苗在那次质询过程中间提出来的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啊，当时震惊日本政坛。当然中国反应非常强烈啊，中国就坚决要求日本收回这个政治主张，但是高市早苗坚决没有撤回啊。
但是日本很多国民就认为高市早苗强厉害，没有向中共妥协。过去中共只要对日本一打压，日本政府就怂了。现在你瞧瞧，高市早苗强硬啊，跟中国硬刚啊，支持点赞。这个其实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第3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高市早苗啊提出了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过去日本政府啊相对来讲采取的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平衡性的财政政策，就是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嘛。但是高市早苗就认为日本经济这些年衰落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这个财政政策不行，你就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平衡财政主义嘛。所以他上任之后提出来一个21.5万亿日元的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主张，就准备在 AI 领域内啊，什么新兴制造业啊，加大政府的扶持和投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然后振兴日本的产业，振兴日本的经济啊。那没钱怎么办呢？要搞赤字预算。他就讲了，国际上别的国家都搞赤字预算，美国也有，中国也有，那日本也应该搞。那所谓的赤字预算，这里头有一个安全阈值，就是你这个国债啊占到 GDP 的比例，只要不超出一定的程度就没事儿。那么这个政策主张呢，也受到了日本选民的青睐啊。正是因为这3个原因，这次高市早苗啊，应该说是带领整个日本的自民党呢大获全胜，创造了日本战后的奇迹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就要分析一下，就是高市早苗的这些内政外交政策啊，在对于日本的整个的政治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最重要的是经济领域内啊，我看了一些经济学者的分析啊，其实高市早苗的内阁啊面临的挑战还是蛮大的。首先你要是减免消费税，5万亿的窟窿你要填补。其次啊，就日本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啊，也受日本国债总额的束缚啊。日本现在的国债总额其实数字比较高啊。为什么过去你政府敢借钱？是因为呢日本的利率比较低。如果你要是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导致日本进入到通胀时代。那么你一旦进入到通胀时代，那你国债本身的还利息的压力就会巨大呀。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今天的经济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衰落？是仅仅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措施就可以解决的吗？这一点啊，我个人认为啊，也确实很难达到。因为我在日本已经住了6年了，我认为日本社会啊，过去这几十年啊，它不仅仅是财政政策出现了问题，它最重要的就是日本社会啊，包括的企业界面对过去20-30年来新产业竞争的格局，它的反应太慢了，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和 AI 时代，就这2轮创新过程中间，日本企业全面落后了，它没有诞生出来类似于全球性的这2个方面的企业。你比如像美国的谷歌就是这样的企业，那日本完全没有。甚至像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企业，比如说字节跳动啊，那字节跳动现在搞那个抖音呢，基本上是个全球性的企业了啊。但是日本在这2轮创新过程中间都没有产生全球性的企业，也包括现在的 AI 啊，也基本是中美这2个国家的竞争啊。但你要知道，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当时日本的企业啊，那是诞生了许许多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具影响力的全球性企业。那至于日本的企业为什么反应比较慢，那原因就复杂了，在这里头就不能完全展开了啊。我觉得可能涉及到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度啊，包括日本企业本身的治理格局啊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现象。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能够解决？我本人是非常怀疑的。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高市早苗这次获得的巨大的胜利，对日本的政治走向会导致什么影响啊？现在许多人都问，高市早苗现在获得了这么高的支持度啊，他会不会修宪？就包括昨天的选举结束之后，我看了有媒体问高市早苗会修宪吗？高市早苗就说了，修宪是自民党啊一贯以来的既定的主张，我们很快就要进一步讨论。所以啊，不出意外的话啊，日本可能这一次真有可能在加速推荐修宪的过程中间啊，继续的往前走。其实关于修宪的话题啊，日本国内这么多年一直在争论啊，但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宪法本身呢，跟1947年的宪法比起来，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实质的改变。日本的1947年宪法，我曾经做节目讲过，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之后啊，通过的一部和平宪法。
其中第9条就规定了，日本呢永远放弃通过武装力量的方式、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也就是国权发动战争的权利，日本放弃了。那么第9条的第2款就规定，为了实现第1款呢，日本不保留陆海空的这个军事力量，这就被称之为日本和平宪法的核心啊。但其实啊，大家都知道，50年代的时候，日本就成立了自卫队。这自卫队啊，后来有陆上自卫队，有海上自卫队，有空军自卫队啊，这3个自卫队。那你想想，那自卫队到底是什么呢？那不就是军队吗？尽管日本国内啊几十年来对自卫队啊到底合不合宪有争议啊，但事实上日本自卫队啊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所以其实这个宪法本身呢，跟那个1947年那个宪法规定的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了啊。那么紧随其后就是关于你宪法中间对交战权的限制啊，实际上最近几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倍当时就任的时候，2015年啊，实际上他就通过对宪法的解释，就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啊，就是说什么呢？过去你日本宪法规定，你只有进攻你日本国土的时候，你才能自卫嘛。但是现在的集体自卫权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美国，或者说跟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到了武装攻击，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日本就可以出兵打仗了。那么这一点在安倍时代就已经实现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岸田时期，在2022年啊，他又通过这个宪法的解释啊，就释放了一个反击的权利。你比如说，这个日本遭受到了一个导弹袭击，马上进行反击，是吧？那么这个反击的权利，实际上通过这种宪法的解释也已经解禁了。所以日本这个所谓的和平宪法第9条啊，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切香肠的解释宪法的方式啊，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日本的宪法跟中华民国的宪法有点像啊，它的修宪门槛都比较高，它是要求啊，就是你众议院和参议院这2个国会啊，都必须2/3以上通过。然后呢，把这个修改宪法的条款呢，还要交日本全体公民复决，也就是全民公投，也要过半数才能通过。所以它的门槛是相当高的。所以过去日本自民党一直主张通过修宪把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但实际上这个宪法的条文始终是没有修改。但这一次呢，高市早苗啊，应该说是获得了一个基本上通过修宪门槛的这么一个绝对多数，就是在众议院本身他就获得了2/3，而且跟他合作的就是这个政党，实际上一直也主张修改日本的宪法，比这个自民党还要激进。所以现在在日本的国会中间，主张修宪的力量啊，已经占了大多数。当然这里头唯一能约束的就是参议院了。参议院因为刚刚搞完选举啊，他要想达到2/3以上的多数啊，取决于2年以后的选举。那2年以后的选举如果通过，那自民党也包括他的执政联盟啊，维新会，那在参议院里头获得2/3以上的多数，那在程序上，其实日本的自民党也包括他的执政联盟这个维新会啊，就获得了修宪的程序上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要是修宪的话啊，大家都在分析日本自民党会修改哪些条款啊？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这第9条，因为这些年啊，日本自民党啊搞过这个宪法的修正草案。这宪法的修正草案过程中间主要有4条，其中大家争议最大的主要是2条，一个呢就是确认自卫队存在的合法性，第二呢就是增加紧急事态条款，第三呢就是废除参议院的合区制度，第四呢就是扩充教育无偿化条款，4条。但是这4条中间呢，其中3条和4条啊争议并不大，争议最大的就是前面2条。第一条就是把自卫队明确写到宪法中间去，因为自卫队明明就是武装力量嘛，但是你宪法又规定日本不能保持武装力量嘛，这实际上挺可笑的，是吧？所以要追认自卫队存在的合宪性、合法性，这是一条。第二个就是增加紧急事态条款。这个增加紧急事态条款，这里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紧急事态呢？紧急事态就是说，当政府遇到了自然灾害，或者是威胁国家生存的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外国入侵的时候啊，这政府就可以宣布进入到紧急事态。这宣布进入到紧急事态之后呢，他就拥有了一系列的平时所没有的权利。比如说自民党当时搞的这个紧急事态草案中间有哪些权利呢？
你可以宣布戒严呢，然后呢，你可以直接通过行政法令，这个行政法令啊，跟国会通过的法令的这个效力是等同的，因为在日本的国会中心主义里面啊，所有的法令都只能国会通过，你内阁是没有权利通过法令的。但是在紧急事态的时候呢，内阁就拥有了这项权利，同时可以征税，征跟紧急事态有关的税收。另外，实际上可以对地方的自治的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那么这个紧急事态法案呢，在1947年的日本的宪法里头实际上没有的。不过大多数国家里头实际上都是有紧急事态的法律，比如美国就有嘛，中国也有嘛。但为什么1947年啊，当时麦克阿瑟组织一些学者给日本制定宪法的时候没有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呢？实际上当时呢，麦克阿瑟不信任日本，就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有可能你要复国军国主义嘛。因为这个紧急事态就看你怎么解释了。你就比如说川普这次搞关税战，因为关税实际上在美国它是属于议会的权利啊。那么川普为了绕过这样的一个法案，他就宣布美国进入到紧急事态的状态里面去了。他说什么叫紧急事态呢？他说现在这个中国大量的商品倾销到美国，对美国的国家生死存亡构成了这样一个状态，我不管，美国就亡国了，所以我就宣布进入到这种紧急状态了。我作为行政分支就拥有了直接制定这个关税的权利。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紧急事态的解释权呢就蛮重要的啊。所以当时实际上麦克阿瑟就为了防止日本重新走回到军国主义，所以日本的宪法里就没有这一条。你要想比如说搞战争啊什么之类的啊，你就得通过国会，内阁没有这项权利。但是日本社会呢，对紧急事态这样的一个条款啊，这些年也有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遭遇了几次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嘛，一个就是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新冠疫情的时候啊，日本内阁也发布了一个紧急事态宣言，我们当时都在日本啊。这个紧急事态宣言啊，它没有强制的力量，日本政府只能说出门戴口罩，然后呢尽量别出门，自肃，日本的词叫自肃。所谓自肃，就自己管理自己，你不要出门了，不要给政府找麻烦啊。但是日本政府没有强制的权利，为什么没有强制的权利？就是日本没有紧急事态的法律，内阁不能公布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个法令。但是假如说日本通过了紧急事态法，或者说日本在这个修宪过程中间加入了紧急事态条款，日本内阁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利了，就规定你不是自诉啊，是日本政府诉你，你不许出去啊，你要出去的话我给你抓起来。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款啊。那么这项条款啊，在处理自然灾害的时候当然是有其合理性，但是很多人都担心呢，就是日本的内阁会利用这样一个条款扩张性行使自己的权利。你就比如说，那涉及到战争或者跟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日本内阁宣布进入到紧急事态，国会对内阁的约束的权利就基本上大打折扣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看日本政坛的走向，就是看日本的这个宪法修改过程中间紧急事态这个条款有没有可能放到宪法的第9条里头去。假如这2项修宪都已经放到了日本宪法过程中间去，日本基本上也就正式告别了1947年的和平宪法体系。那这个影响就大了对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的影响。因为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基本就是日本战败之后所建立的，就是联合国建立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中间，日本就是宣布了自己放弃了战争权。那他假如重新武装起来，比如说每年的军费开支提高到2%，现在高市早苗已经承诺了2027年之前，日本就把这个军事防卫的预算提高到2%，今后要提高到3.5%。那么在东亚这个区域整个这个军事格局和这个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这里头确实有一点令人担心大家都知道德国和日本都是2战时期的战败国他们这2个国家确确实实历史上法西斯也好军国主义也好给其他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德国呢现在它因为是在一个多边的军事防御体系之内，因为在北约里面嘛，
所以其实德国已经很难有单独的这个面对其他国家威胁的这么一种可能性。所以呢，它其实啊，你要想复兴二战中间的法西斯是不太可能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的欧盟啊，它是实际上这个国家领土之间啊，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所以德国对其他国家也没有领土的这种诉求，也没有领土争议，所以德国已经很难再出现二战时期的法西斯那个右翼的局面。那日本呢，这个东亚的形势要比欧洲的形势复杂得多。东亚有世界上2大火药桶啊，第一个是朝鲜，大家都知道南北朝鲜啊，自二战结束之后发动朝鲜战争，这个国家就分裂了，至今现在差不多已经有70-80年的时间了啊。那么北朝鲜始终是威胁全球战略安全的国家。第二个就是台湾，台湾呢也是因为中国内战导致的啊。那么大陆一直想要武统台湾，台湾呢一直要坚持不干，然后美国要支持台湾，是吧？这2个地区中间的火药桶都是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那个是跟其他国家的那些冲突完全没法比的。你比如说以色列跟哈马斯啊，它再打，它不可能演变成世界大战。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你就是打也引发不了世界大战。但是东亚这2个火药桶真的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而这个过程中间，过去呢，在这个整个东亚的力量对比中啊，基本就是中国跟美国的角力。但是日本，假如说它要是从和平宪法变成一个武装起来的一个正常国家，那它就变成了在这个东亚过程中间不可忽视的另外一级的力量。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日之间的关系啊，可能未来若干年都很难改善了。中日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由这种分歧对抗变成这种更进一步的冲突。那整个东亚的外交格局啊，那可能这会冲突不断，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啊，我预计他可能会更加坚定的跟美国绑在一起，联美嘛，抗中嘛，然后相对来讲呢，也会坚定不移的支持台湾。当然跟韩国的关系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因为高市早苗对这个韩国过去历史上老是要求日本道歉反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他也不赞成。因为在这个对于二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中国跟韩国的立场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围绕着高市早苗在这一次国会中间所获得的这次巨大的胜利它有可能彻底改变过去几十年来的整个东亚的这个外交格局、力量对比。那未来这个区域可能会冲突不断，可能会硝烟弥漫。我们呢会继续观察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こちらお願いします。水管治療。はい、こちらで。はい、水管治療。総裁の奥の方で。政調会長こちらで。はい、西村さん。はい、OK。それでは当選確実となりました候補者を発表いたします。神奈川1区丸尾夏子候補当選確実。どうぞ手を添えていただいて、役員の先生方もご登壇いただいて中央にお揃いください。拍手でお願いします。右側お願いします。こちらです。そのまま拍手で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最後もう一度正面お願いいたします。続きまして宮城4区森下千里候補当選確実。こちらです。総裁こちらに。右側にご移動ください。こちらのカメラお願いします。
て岩手3区藤原隆候補当選確実。続いて岐阜5区古谷啓二候補当選確実。少し寄っていただいて、そうですね。名前が見える。ちょっとこちらね。